不知何時，互聯網上傳出了一股傾慕民國的風潮。這些人覺得民國雖然僅僅存在了38年，是亂世，同時也是歷史上最為浪漫且風華絕世的時代。在眾多的影視劇裡，民國也是一個花前月下、風花雪月、歌舞升平、十里洋場，讓人紙醉金迷的花花世界。那時的男人要麼是胡適或徐志摩一般的翩翩公子，要麼是如同老九門中的佛爺一般的軍少，而女人個個都是林徽因，身着旗袍婀娜多姿，每天出入高檔場所，十指不沾陽春水，閒來無事整天和各大財閥闊少戀愛糾纏，衣食住行都有丫鬟僕人伺候。一些年幼無知的網友把從電視裡看到的情節當作了現實，甚至將那個時代當作了穿越的第一選擇。可殊不知，民國的浪漫只屬於上流階層，根本與普通人沒有任何關係。如果這些人穿越到了民國，那麼想象中的場景他大概率也會參與其中，但要麼是黄包車力工，要麼是丫鬟僕人，要麼是飯店小二，要麼是舞女陪唱，甚至大概率還会坐在路邊乞討，因為他們想象中的軍少和富家小姐只占總人口的数千万分之一。其實真正的民国和電影中完完全全不同，甚至是近代歷史中最黑暗、最不堪回首的時期。現在讓我們穿越時空来到1928年，身處上海的你发現周邊的百姓生活水平極為低下，人均壽命甚至只有35歲。報紙上的內容全是各個地區的軍閥在互相鬥爭。隨後你走到路上，沒有看到電影中那般的繁華，更多的是數不清的煙館，因為當時全國的財政收入有將近一半是依靠販賣鴉片維持的。隨後你來到了呼系軍閥那裡，想要出人頭地，卻發現在那個時候當兵根本沒有任何出路，因為想要混到高層只能是嫡系人員才可以。隨後你放棄了這條路子，來到了電視劇中最常見的夜上海舞廳試試運氣，也想着能在這裡有一番作為。好在夜總會的經理看中了你的機靈頭腦，就這樣，你身穿廉價的西服，戴着門童專用的帽子，穿梭在各個飯桌之間。隨後震碎你三觀的事情發生了，你發現台上的舞女並不像電視劇裡那般受到了帥氣多金財閥亦或是高大威武軍少的青睞，甚至會為了爭奪舞女而大打出手。實際上，這些在台上賣命唱歌的女性在他們眼中就是一件物品，反而如果因為舞女爭吵會丟了自己的面子。就這樣，你慢慢的接受了這一切，對於民國的印象也在一點點的改觀。工作5年之後的你存下了一筆小錢，打算離開這個風月場所，依靠自己的機靈去大戶人家當個總管。但上海雖然有錢的人很多，可對於你的工作履歷並不滿意。就這樣，你在出租房中當起了無業游民。突然你察覺到了某些事情似乎不對，那便是穿越過來後，仿佛周邊的人都在為一日三餐而活，絲毫沒有電視劇裡那般繁榮景象。原來持續了38年的民國鬧了38年的饑荒，曾經只出現在書中的一子而實在這一時期非常常見。你本以為等自己找到了工作就能躲過饑荒，殊不知等待你的是更為殘酷的戰火。民國之所以被稱之為亂世，那是因為不管在哪裡都有軍閥。果不其然，半年之後你被強行綁走當了壯丁，哪怕你把僅有的積蓄拿去送禮都沒有作用，因為此時民國政府發布了禁煙權，一袋大米就要4億。你的那些錢對於軍閥來說甚至換不來1顆子彈，但你的運氣不錯，抓走你的軍閥10年後被打敗了。聰明機靈的你當了逃兵，來到了鄉下。這幾天來你沒有吃到任何糧食，走到路上你看到了一份報紙，雙眼渾濁的你只看清了幾組數字。1920年到1921年華北旱災大饑荒造成了1000萬人死亡，災民超過3000萬。1925年川黔湘鄂大饑荒死亡數百萬。1928年北方大饑荒死亡1300萬。1942年河南大饑荒死亡300萬。餓了幾天的你再也支撐不住，閉上了眼睛。而你腦中這些年一直有個疑問：傳說中的十里洋場、歌舞升平、軍少貴婦、風花雪月、丫鬟僕人，這些浪漫且風華絕代的場景都去哪裡了呢？